有些花摘片叶子就能治病，小病小灾从此都不怕。特别是第二种，非常意外，太让人意想不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4种花，能装饰家居，能闻花香，还能治病。1. 薄荷。家里养盆薄荷，摘几片叶子，做成薄荷陈皮茶，可以泻热祛风，清走面部和头部的热气，使人身体气机通畅。所以如果我们精神不振，头脑昏沉，咽喉痛疼，特别是夏季，就可以多喝薄荷陈皮茶。那薄荷陈皮茶与普通的薄荷茶有什么区别呢？因为薄荷叶子性凉，而陈皮性温，祛湿健脾，可以中和薄荷的凉性。所以如果你肠胃不好的话，加上陈皮不会刺激肠胃，比较温和。而薄荷在养护过程中，经常会出现枝条凌乱、长势过于纤细、叶片变小，甚至倒伏等问题，这使得人们想要放弃养护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明白其中的原因，而解决办法也非常的简单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光照而引起的徒长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平时没有注意薄荷的修剪导致的。所以平时我们养护时要经常修剪，这也是把薄荷养好最重要的技巧了。关于生长期的修剪，首先把有病害征兆的枝干剪去，防止状况持续加剧，并且对于一些比较粗大的枝干也需要适度短截，这可以提升内部通风和透光性，还能为新芽生长给予足够空间。剪掉后，在生长期间应适当的摘取嫩芽嫩叶，去除顶端优势，不让它徒长，这样才会长出更多的侧枝，实现爆盆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薄荷开花，如果薄荷长出花蕾了，尽量将花苞都剪掉，减少养分的消耗，促使薄荷枝干长得更粗，叶子长得更厚更大，保证家里有源源不断的薄荷叶可以食用。另外，薄荷的过度生长还可能与施肥不当有关。薄荷喜欢氮肥，因为氮肥可以促进枝条的生长，但如果施用过量的氮肥，枝条就会变得过于繁茂。因此，在施肥时需要注意控制用量，避免过度施肥导致薄荷生长失衡。除了香草植物，香香的开花植物也能食用，缓解胃部不适。下面一起看看茉莉花的神奇效果。2. 茉莉。如果你有吃夜宵的习惯，那么可能会加重胃肠负担，造成胃部不适，严重时会引发胃疼。针对此症状，推荐食用茉莉豆腐汤。豆腐性凉，能宽中益气，和脾胃，下大肠浊气，消胀满，与茉莉花搭配能散瘀滞，治胃痛。茉莉豆腐汤的做法也不难，将豆腐切丁，加水和牛奶煮5分钟左右，取盛开的茉莉花2-3朵或茉莉花苞5-6朵，清洗干净，加入汤中，再煮2至3分钟，适当加盐调味即可出锅。除此之外，茉莉花的叶子性凉，入肺经，用茉莉叶和紫苏叶熬水，可去除火毒，治疗后背或者臀部的暑结。熬水的方法是将茉莉叶2份和新鲜紫苏叶1份，煮2至3分钟，冷却后涂抹。那么在家里养护茉莉花，想要养好的话，要学会给茉莉花浇水，只要水浇对了，茉莉开花多多绝不是梦。茉莉花作为一种喜水的花卉，尤其在炎热的夏季，其对水分的需求更加显著。然而，过量的水分也可能引发茉莉花的疾病和根部问题。因此，正确的浇水方法至关重要，既要保证茉莉花获得充足的水分，又要避免积水造成的不良影响，确保茉莉花保持润泽而不潮湿的状态。不同季节和生长环境，我们需要调整浇水频率。在冬季，由于温度较低且蒸发率较慢，茉莉花的水分需求相对较少，因此可以适度减少浇水次数，等到盆土表面出现干燥迹象时再进行补充。而春秋2季作为茉莉花的生长旺季，其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，通常盆土表面约1/3干燥时即可进行浇水，同时保持适当的空气湿度，有助于茉莉花的生长。进入盛夏时期，温度升高，蒸发速度加快，茉莉花对水分的需求达到高峰，此时可采取早晚各浇1次水的方式，并且在早晚时段喷水，以增加空气湿度。在浇水过程中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需要遵循，那就是确保浇透，而不是表面浅浅的浇水。一次性浇透后，要及时通风，促使多余的水分挥发，减少积水引发的潜在风险。
浇水的技巧也很重要，可以采取分2次浇水的方法。首先沿盆边缓慢挤水，等到底部有水渗出时停止，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第2次浇水，或者采用浸盆法，让水分从下往上渗透。如果对浇水频率难以把握，建议购买土壤检测仪辅助测量。一般来说，当土壤水分低于 40% 时，可进行浇水，达到 80% 时即可停止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并订阅哦。如果你平时爱发火的话，那么下面的介绍的花一定要看完，对你的帮助会很大。3. 蔷薇。有句老话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过，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如果你有火气大、心烦意乱等困扰的话，可以摘几朵蔷薇花，做成雪梨蔷薇水，可以补充人体的阴液，去除烦热。做法就是1个雪梨、3朵蔷薇花，雪梨切小块，蔷薇花取花瓣，放入煮开的水中，大概水煮10分钟，加入冰糖，然后食用。蔷薇有这种功效的原因是因为蔷薇是凉性的、酸性的，而中医来讲，酸甘化阴，化阴后就能够补充人体的阴液，从而起到一个生津的作用。生津同时又有除烦热的作用，比如我们口干、口渴其实都是阴伤。而关于蔷薇的养护，主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蔷薇喜欢阳光充足、通风良好的环境，因此在选择种植位置时，应尽量选择阳光充足、空气流通的地方，避免选择阴暗潮湿的环境。可以本着能放在室外就不放在室内的原则来选择位置。如果不是室外的养护环境，室内也一定要多通风。其次，蔷薇喜欢疏松、排水良好的土壤，通常以沙质壤土为宜，同时可以适量添加腐殖质和有机肥料，以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，有助于促进蔷薇的生长。在日常养护中，适当的浇水和施肥是必不可少的，但也不能过度浇水，以免导致根部腐烂。一般而言，每周保持适度的浇水量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即可。施肥方面，可以选择含有丰富氮、磷、钾等营养元素的肥料，每个月施1次，但要避免施肥过量，以免影响蔷薇的正常生长和开花。及时修剪也是保持蔷薇花健康生长的重要手段。定期修剪能够促进蔷薇花的新梢生长，保持植株的健康形态和通风透光性，同时还能刺激蔷薇花的开花。在修剪时，应注意选择锋利的修剪工具，避免伤害到植株，并注意清理掉枯萎、病虫叶片，保持植株的卫生环境。对于蔷薇花的病虫害防治，及时发现和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常见的病虫害包括蔷薇锈病、黑斑病、蚜虫等，一旦发现，应立即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。而蔷薇花的大部分病虫害的原因都是因为通风不畅导致的，所以通风绝对不能疏忽。4. 紫苏。冬天容易着凉感冒，如感冒初期，鼻子痒、打喷嚏、流清鼻涕，就可以煮点紫苏水，趁热喝1碗，睡一觉，发出汗来就好了。紫苏叶煮水可以加点葱白、生姜，煮水的时候不要煮太久，不能超过10分钟，每次喝1小碗就行，不用喝太多，而且不要空腹。还要注意，有些小朋友太小，不愿意喝紫苏水的，还可以用煮好的紫苏水泡脚。但是太小的婴幼儿以及对紫苏成分过敏人群，则不能用紫苏。而平时养护紫苏的时候，最容易遇到黄叶枯叶的问题，总结原因有以下几点。首先，水黄是由于过度浇水引起的一种情况，其特征是老叶未出现明显变化，但幼叶会逐渐变黄。如果浇水过多导致烂根，叶片会失去水分，进而呈现叶片发皱、下垂和发黄等症状。其次，旱黄是因缺水干旱引起的现象，这种情况下，老叶会自下而上呈现黄色，若缺水时间延长，整株植株都会出现黄叶，甚至导致植株死亡，因此需及时浇水。第三，肥黄是施肥过勤或者浓度过高所致，特点是幼叶肥厚、有光泽，并且表面凹凸不平。另外，恶黄则是由于肥料不足或施肥浓度过低、施肥间隔过长引起的。其特点是幼叶和嫩茎处先出现黄化，如果不及时施肥，可能导致整株植株黄叶甚至死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缺肥的花卉，
不应一次性施用过量农肥，以免烧伤根部。最后，缺铁性黄叶常见于温室中木本花卉，由于土壤肥力条件的变化，容易出现黄叶现象。其特点是幼叶明显，老叶较轻，叶片呈黄色，而叶脉则呈现绿色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有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交流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留言，祝所有粉丝身体健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